我很早就知道一切，知道我是基因编辑儿。妈妈喜欢我，只不过是因为我是她的敲门砖，是她叩响财富大门的钥匙，是她简历上最夺目的一笔。但知道的越多，就越痛苦，特别是你太过弱小，什么都无法做的时候。所以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姐姐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才能这样渴求妈妈的爱，同时也打心眼里瞧不上她。她永远都是我的陪衬。姐姐端着切好的苹果，怯生生地站在门口。妈妈松开了抱着我的手，冲姐姐招了招手。姐姐立马跑了过去，献宝似的把果盘递给妈妈。妈妈厌恶地看了她一眼，把果盘接了过来，一口一口喂到我嘴边。我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。妈妈这才放下了盘子，看了眼还呆站着的姐姐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家里的活不需要人做吗？姐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盯着妈妈手里剩下的苹果，咽了好几口口水。她是家里最底层的人物，妈妈很不喜欢她。平时家里的水果和零食，她都是不被允许吃的。妈妈看着她的样子，突然冲她温柔地笑了笑，想吃。姐姐用力地点了点，就你这个失败品，蠢货，蠢猪，还想吃苹果？你怎么敢的？让你活着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。妈妈脸色突然一变，将剩下的苹果全部倒在地上，用脚一一踩碎，又把盘子狠狠扔在姐姐脸上，胸口的剧烈的起伏才慢慢缓和了下来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如果我是姐姐，想吃的东西别人不给，偷偷吃不就行了？剩下的苹果里再吐上几口唾沫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认真地翻看手里的书。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我的身边，她满脸怒容，手里的大锅铲在我面前舞了几下。你个女娃娃学那么多知识干什么？女的学得越多，心肠越坏，心越野。女人只要好好在家相夫教子就足够了。我合上书，用手托着下巴，抬眼看她。妈妈是博士，她心肠就很好，愿意嫁给一个废物，一个傻子。奶奶脸色变得可怕起来。爸爸是个傻子，人人都知，可奶奶最听不得别人说这个。要是谁敢当着她的面说爸爸不好，她指定坐人家家门口骂。奶奶的锅铲几次想砸在我头上，都停了下来。她该的，她欠我儿子的。要不是因为她，我儿子现在说不定就在哪所大学里当教授了。都是因为她嫉妒我儿子，害了我儿子，把当年属于我儿子的保送名额抢了。现在她嫁给我儿子，伺候他一辈子都是她应得的。奶奶愤怒地说道。我嘲弄了一笑，她真是蠢笨至极，居然还觉得妈妈是愧疚才嫁给爸爸的。像她这样的活着也只会被人骗，浪费粮食。奶奶一巴掌打在了我脸上，被打过的脸是发疼发热的，可眼前的景象让我暂时忘记了疼痛。姐姐抓着鸡，把刀一把插进了鸡肚子里，鸡挣扎着扑腾起来，温热的血溅了我一脸。姐姐抓着我的手，将鸡肢解了，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，福至心灵，犹如醍醐灌顶般。我冲出了家门，弄了些药撒在了全家人的饭里。其实我只准备杀奶奶的，可是精准下毒实在是太过麻烦了。我的恶意向来坦坦荡荡，无需遮掩。我知道妈妈会袒护我的。我捂死了奶奶，告诉妈妈，浪费粮食的奶奶死了，这下粮食够吃了。妈妈笑了，一把把我搂在了怀里。奶奶死了。为了我能有更好的教育，妈妈带着我们搬去了市区。班主任给我和姐姐安排了座位。同桌是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，我以为她是内向老实的人，没想到是个婊子。生物课上，她悄悄凑到我耳边，轻声说道：你姐姐那么丑，你这么好看，你是不是老师刚刚讲的基因突变呀？你姐姐那么大岁数了，还和我们一起上学，她没有羞耻心吗？我们该咋称呼她呀？叫阿姨吗？哈哈，在你们乡下，她这个年纪早就嫁人了吧？她不会肚子里揣着娃就来上课了吧？同桌捂着嘴偷笑了起来。见我没有回应，她收起了笑容，哼了一声，扭过了头去。当然我不回应，只是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，可不是因为什么令人恶心的姐妹情。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同桌就笃定地告诉我，我的名次绝对在她之下。我不相信，那么简单的卷子，我怎么可能考不过她？可事实真的如此。卷子上不属于我的笔记和鲜红的大叉，让我的恶意越来越浓。有人改过我的卷子。同桌挑衅地冲我笑了笑，我还以为跳级来的你有多厉害呢。看着他的得意的样子，各种坏主意不断在我的脑海里滋生。我开始和他交好，他太蠢，太好骗了，还想学着别人作恶。1个暑假后，他断掉了6根手指。我看着光荣榜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知道有练残癖的资助人即将来我们学校，我已经制定好了种种计划，准备杀人夺财。我嫉妒他的财富，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，不行就偷，再不行就抢，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所谓。我想出了一个12鸟的计划。我放火烧了家里，将妈妈的房间锁得死死的。妈妈不死的话，我将永远处于她的控制之中。最终我如愿进入了资助人家里，但妈妈居然没有死，所以我即使得到了资助人的财富，也是一场空。我准备再次杀了她。试了各种方法后，我发现还是简单粗暴一点比较好。我用钓鱼线勒死了她，
然后跑出了家门。后河那里，我提前在网上联系好的接应我的人。我跑到了半道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手机里不断收到催促我赶快来的消息，奇怪的感觉涌了上来。我开始仔细查看这些天和接应我的负责人的聊天记录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因为这些天我将重心都放在了对付妈妈身上，没太注意这些，再加上我吃的控制情绪的药物，现在看来和我聊天的负责人也实在太过于了解我了，好像我和他生活了10几年，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，字字都在赢得我的信任。我还是觉得怪异，保险起见，我掰断了电话卡，将它扔进了垃圾桶，将提前准备好的备用电话卡插入了手机，没再回复负责人的消息，还是走一步看一步。我不敢赌这个负责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，但我知道只要我一步走错了，就满盘皆输。我随便找了个便宜的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住下了，躺在床上回忆着这些天的事，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问题：姐姐真的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蠢笨吗？一股难言的恼怒的杀意涌了上来，思来想去，我准备弄死姐姐。决定好后，我短暂的安下了心。饿了一天，我准备去楼下吃碗馄饨。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妻拦住了我：小姑娘，我们第一次到大城市来，被人骗了光了钱，你能给我们买一份饭吗？我面无表情地指了指旁边的垃圾桶，我刚刚看到有人扔了盒炒饭进去，要饭的也别嫌饭馊，你们捡起来吃吧。那夫妻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呵呵，小姑娘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当然是呀，你们年纪这么大，吃脏东西会生病的。我直接给你们转2万，你们自己去买吧。夫妻俩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拿过女人的手机，一顿操作下，她的银行卡账户上多了2万块钱。他们连连向我道谢，邀请我去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吃饭。我婉拒了。我做好事一般不求别人回报，何况是拿他们的身份信息贷的款。我还没走到下一个路口，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孩就泪眼婆娑地抱住了我的手臂。姐姐，我的猫不见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她哭得实在惹人怜惜，特别是她的眼睛，如果能挖出来，我一定会给她找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瓶来装。我眼珠一转，好呀，可是我也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帮忙。你能帮我换200块的支付宝吗？我花呗马上要到期了，我现金给你。女孩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犹犹豫豫地拿出了手机。在她要扫我做的夹二维码时，她突然停住了手，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逃走了。真是可惜，如果她扫了，我就能盗走她5000块了。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有一种即将大祸临头的预感，但我不能原路返回。我住的地方很僻静，有人想对我做些什么也更加容易。我需要找一个人多的地方，再静观其变。前面的夜市就很热闹，我随便挑了个馆子进去了，点了份炒饭。还没吃2口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就跑了进来。他们声称我是逃跑的精神病患，也向众人出示了证明。他们一切都准备得很好，让我措手不及。而且我暂时不能报警，向其他人解释也无用。没有精神病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。我只是个恶女罢了，不是人形大杀器，无法以一敌十，也无法预测未来。一个华产也产不死老虎。我被他们抓上了车，他们把我带去了缅北。我也明白了，姐姐真的不是蠢货，他们就是最开始要带我出国的负责人，只不过我出的不是欧洲，而是缅北。姐姐在旁边协助了他们，我以出色的业绩在缅北活了下来。手机上的猎物不断给我发来消息，他是个高级的技术人才，经理让我把他骗过来。他来了后，因为不服管教，被打得很惨。他说不怪我，他知道我本性不坏。杀奶奶是因为他重男轻女，虐待妈妈，他打了我。害同桌断掉手指是因为他出言不逊，他校园霸凌，他改了我的卷子，他该死。那个被我推到流产的女教师，她上学的时候曾经偷过一个贫困生的钱。奖鱼和资助人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我做这些事只是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，是环境所迫。我听到后笑得几乎直不起腰。恋爱脑真的是一种重大疾病。我害的那些人，就算他们没有做过那些坏事，我依然会做出那些事。就比如同桌，他就算真的是老实内向的孩子，如果他成绩超过我了，我仍然会设计害他断掉6根手指。我捂死奶奶也只是因为觉得他浪费粮食，重男轻女这个还真的没有想到。我害的那些人，只不过刚好他们做过点坏事。我可不是城市之光，只是一个单纯的恶人，反派罢了。我是多彩世界的一抹纯黑，坏得坦坦荡荡。这是写在我基因的设定。我不屑洗白，也不需要人吹捧。与其要洗白我，不如赐我一场盛大的死亡。我从不畏惧死亡，也不看重任何人的生命。手里的研究报告被我捏得皱皱巴巴。死亡只不过是新的开始。